我已经看过了所有的抹香铜臭的作品。我第一个看的是扎反，几个月后我看了魔道祖师，后来我看了别的耽美小说，比如说二哈和他的白猫始尊，但是我还没看完这本小说，因为那时候他的英文翻译还没完全出版了。我最后看的是天管赐福，因为我想看的是中文版本，所以我4个月前才终于看完了所有的抹香通朽的作品。如果你问我最喜欢的是什么，可能是天管赐福。但是如果你问我最忘不掉的抹香铜臭的作品，可能就是人渣反派自救系统。我3年前看了这本小说，也是我第一本看的耽美小说，还有我第一看的仙侠小说，因为是我第一本看的耽美小说。扎反可能对我来说有点特殊，我觉得这个作品有一些特点真的让我想念它，但是我今天想说的不是原著本身，而是扎反的英文同人圈，因为我觉得它的同人文化有点不一样。英文是我的母语，而且我混了英文同人圈很多年了，所以对我来说英文同人圈比较熟悉一点。所以今天我要用的数据大部分来自 AL3 的表签系统特别细致，所以比较容易得到这种数据。如果要解释耽美的英文同人圈，我应该说一些基础知识。在英文同人圈最火的作品都是抹香铜臭的，最大的同人圈是魔道祖师，说的更具体一点是陈情令。2018年前在英文同人圈耽美算很小众的，但是后来陈情令这个改编完全让耽美火了起来，所以开始魔道祖师完全吸引了最大的关注，不只是魔道祖师，也是抹香铜臭的别的作品，所以开始是陈情令，后来是魔道祖师的小说，后来是天管赐福，还有扎反。当然火的不就是抹香铜臭的作品，还有别的，比如说二哈、杀破狼，还有千秋。在耽美英文同人圈最火的是仙侠，因为这不是我们可以在英文小说中看到的，也有一些现代耽美小说被翻译，但是大部分是仙侠。那我们一起看看数据。今天我只会分析抹香铜臭的作品。那我们这里可以看，规模最大的是魔道祖师，但是这3部作品都有很多小说，这些同人圈都挺大。天管赐福还有扎反的数量还是一样的，但是这个数据还不够，因为我个人一直觉得在英文同人圈每年扎反越来越火，后来我看了数据之后就表明了我的想法。你可以看得出来，魔道祖师的同人圈的巅峰就在2020年，后来作品没有那么多，当然还是有很多人写魔道祖师的小说，但是我觉得魔道祖师的改编都完成了，所以不太吸引更多粉丝。但是你也可以看看天管赐福还有扎反的同人小说数量趋势很一样，特别一样，所以这到底表明什么？扎反还有天管赐福的同人圈看起来一样，但是我并不觉得是这样。我觉得扎反的英文同人圈有点奇怪。想象一下，扎反是抹香通朽最久的作品，也有最少的改编，只有那个动画。还有，我觉得大部分的英文粉丝不会看扎反的动画，因为我们一般来说更喜欢2D 的动画，所以魔道祖师还有天管赐福的动画更适合英文粉丝的胃口。天管赐福还是有改编的，还有那些改编还没有完成。但是扎反没有什么新的，除了那个新的番外之外，所以为什么扎反的同人小说越来越多，这都是我个人的想法，但是我来猜测一下。你或许觉得更好的内容吸引更多想写同人小说的人，至少我个人不觉得是这样。我其实觉得一本小说越
韩美、越南写同人小说。以前我听说过一些网友说，他们不看天光赐福的同人小说，是因为他们已经觉得天光赐福本身写得特别好。反过来，扎饭是魔像铜秀第一个作品。还有看完之后，我个人觉得我还有很多问题还没得到答案。比如说罗宾河还不知道她的老公不是原本的沈清秋。我觉得这本小说有很多机会让读者觉得，等一下我还没得到我想的答案。这种想法特别好培养一个同人圈。其实我看了最新的番外之后，我看的时候觉得这个跟我以前看的同人小说特别像。我那时候特别有那种我正在看一本同人小说的感觉，因为我看扎饭的时候，这是我想知道的。很多英文粉丝也是怎么想的，不只是这个。我也觉得扎饭有很多吸引同人小说的成分，这个设定有很多可以探索的角度。还有因为《狂傲仙魔图》是一本小说，也是飞机哥写的，有很多桥段很容易塞进去。比如说假设有一朵花，还有这朵花禁止你撒谎，那不就是 Truth Serum 的桥段？也有很多不同的同人小说类型，而且我最喜欢的同人小说设定是，假设神元传承的不是沈清秋，而是别的角色，比如说宫以潇或者一个 NPC。也有一本同人小说，神元传承的是穆青芳，就是那个千草坊的坊主。反正我觉得这种同人小说挺有意思，因为每次神元还是神元，还有罗宾河还是爱上他的。我想知道的数据也包括同人桥段，比如说现代设定，那就是天光赐福的粉丝喜欢的。不只是这个，在这个方面，魔道祖师还有扎饭的英文同人圈有点相似，但是扎饭同人小说最大的类型就是 canon divergence， 就是原著的设定，但是不根据原著的情节发展的，这是我喜欢的类型。也包括我以前提到的神元传承别的角色。反正你可以看看每个同人圈的偏好是不一样的，因为作品是不一样的。最后我觉得一些同人圈吸引更多分子。其实扎饭是我从一个同人小说找到的，如果我从来没看过那本，我可能不会在这里做这个视频，因为我很可能不会学中文到这种程度。那个同人小说完全改变了我的人生，我应该感谢那个作者。但是我觉得扎饭的英文同人圈氛围特别好，大部分的人是很包容的，而且粉丝没有那么有独行。英文同人圈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有太多道德审判，但是因为扎饭本身有师徒的关系，很少有这种粉丝看扎饭，所以同人圈比较安静一点。我觉得在抹香铜秀的作品天光赐福最可能有这种人。我觉得天光赐福的同人圈是最年轻的，还有因为天光赐福没有车，这种人不会避开天光赐福。我以前也听说过一些陈情令的粉丝说魔道祖师的小说是不好的，因为那个随便的番外。如果你知道，而且改编越多更容易吸引这种粉丝。还有我自己不看魔道祖师同人小说的原因，是因为大部分的是根据陈情令写的，而且我从来没看过陈情令，所以我每次试试看一本魔道祖师同人小说，我总是有点困惑，因为有一些概念不是从小说来的。还有我觉得，因为神元也是一个读者。你们这群天天吹神作的粉丝，真想没法反驳了吧？哼，傻作者傻文。所以每次一个扎饭的粉丝太过分了，你就可以骂回去，叫他们神元。
反正这不是我说这个作品比这个作品更好，我只是想解释一下这些英文同人圈的不同。反正我所有的魔乡同秀的作品都喜欢，但是我每年总会去看渣反同人小说，因为我每次回来总发现有更多好看的，我根本看不完。渣反对我来说是最好的入门门槛。我觉得如果没有渣反的话，我不会这么沉迷于耽美。我看渣反之前，我也听到一些网友给我推荐魔导祖师，但是那时候我还没看仙侠，所以并没有什么概念仙侠是什么样子。但是传输这个题材我特别喜欢，所以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入门的方法。而且因为英文耽美圈最喜欢的是仙侠，如果不是传输，我可能不会看。现在我知道仙侠是什么，但是那时候我还不知道，因为在英文耽美圈里面，渣反是最火的传出仙侠。我觉得渣反可能是我最好开始看耽美的切入点。反正今年或者明年，我想再看渣反。这次我要看的是中文版本，我想看看有什么不一样的。因为你看一个翻译的时候，有一些不能翻译的成分，有一些很难用英文表达的事情，而且渣反也有一些 mistranslations。我真期待再看渣反。不管怎么说，我们下次再见。